女孩将一块价值300万的玻璃扔到地上摔碎，下一秒监控她的无人机就将违法行为上报，紧接着整个城市就出现了这则告示：妮娜触犯了2级违法行为。在这座城市中生活的居民都被一种无人机24小时监控着，无论是晚上睡觉还是刷牙洗脸，都被无人机紧紧盯着。在这里的居民可以放心生活，无需担心犯罪。几秒前发生的一起3类盗窃行为被全市通报，这在今年还是头一遭。凭借过硬的技术，他通过了评估。妮娜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从全职退休的父亲，随后一如往常在工位上班，短暂的休息时间，拿起手机查看短信，却还是没有父亲的消息。整整1天下去，始终没有得到父亲的回复。到了晚上下班时，电话也仍然无法接通。他拿着庆祝礼物回到家中，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父亲已经倒在血泊之中，身后还有弹孔。慌乱无比的妮娜从背包中拿出手机打给全知系统，告知父亲被人杀害的消息，但系统回复所在区域并没有发送父亲的无人机，可就在头顶看着。由于犯罪的话，也只有全知的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情况。男人问他父亲是否有仇家，最近的情绪和身体状况如何，有没有自尽倾向，但有查这起凶杀案，但刑侦部门在15年前就解散了。如果系统没有上报，就说明没有案件发生。消化刚刚发生的事。突然出现一只手将开关关闭，迪奇是市政厅的官员，他代表全知城为发生的事件道歉，他们也会尽全力查清楚这起案件。说完就将联系方式亮了出来，准备随时满足家属的需求。但这事也似乎就这样没有下文了。夜晚他辗转难眠，看着监视他的无人机，开始怀疑起它的作用。隔天他来到公司，想找负责人谈谈妮娜提出调取当时无人机的视频片段，父亲的遭遇一定被拍了下来，这样就能轻松抓到凶手。但这是不可能的，人类没有权限调取视频，这是公司的基本原则，只有坚守它才不会侵犯任何人的。妮娜只想要那短短的几秒视频，却仍然被告知不允许，并且还希望他将此事保密，不要外传。妮娜的心情难以言喻，父亲被人谋害，他却无能为力，只能把他的瞳孔放大。下一秒监控他的无人机就将违法行为上报，紧接着整个城市就出现了这则告示：妮娜触犯了2级违法行为。她捡起地上的碎玻璃，手机就响起通知，因触犯。这里除了窗口的工作人员，整个大厅都空空荡荡。喇叭响起声音，他来到1号窗口询问，也不需要犯人坦白，这一切都是因为抓到现行。系统有充足的证据。男人继续念着稿子，因为妮娜没有前科，所以这次只罚款不坐牢。那块玻璃由知名艺术家打造，预估价值300万。他懵了，这怎么赔得起？男人打断没说完的话，由于全知公司已经声明不会起诉，所以这次不用赔偿。但基于此次违法行为，他需要向市政厅缴纳罚款12000。听到这结果，也终于可以畅所欲言了。如果黑客利用漏洞进入系统呢？妮娜觉得这不可能。全知公司在安保方面花了大价钱，拿那张照片，却也侵犯了几百万人的隐私。一旦被抓到，就将是无期徒刑。迪奇也只是说说而已。现在这代年轻人从出生起就被无人机监控，对他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妮娜也觉得这不可能，但她转念一想，真的不可能吗？如果虹膜和指纹识别一场犯罪，一旦被抓就会被判刑200年。他将一块锡箔纸缝进衣服里，制作出一个简易防红握住的笔。终于，李克将用过的笔放到桌上。妮娜盯着他，目不转睛，上面沾有创始人清晰的指纹。监控无人机发现不对劲，开始凑近并开启行为分析。发现他的瞳孔放大，身体出汗过度，呼吸也开始变得急促起来。这种状态表明他可能要做出一些违法的事。他在依附他的心率，并凑近分析。正在此时，妮娜将手放到桌上，盯着无人机的图做一些图，趁着没人注意，将屏幕角度调整一下，调取出公司大楼构造图。终于找到对付无人机的办法。下班后偷偷来到员工通道，一直爬到公司顶楼，按照坐标找到了公司的高压电箱，捡起一根棍子，将高压线顶起一个空隙，刚好能够侧身进去。监控他的无人机出现了强烈的电磁干扰，不到一会儿，无人机就被电磁干扰破坏，一架新的无人机瞬间激活。他开始接替上一架无人机的工作。妮娜需要在无人机赶来的那段路程中抓紧行动，快速离开顶楼，飞速跑下楼梯，发现正在下班的同事，他赶紧躲了起来，拿出手机，利用摄像头看路。接替的无人机在原来的地点没有找到妮娜，只发现损坏的同伴。他开始通知方圆1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无人机帮忙寻找。妮娜趁着四处无人，赶紧前往主控室，听到有人说话，赶紧跑到一旁躲了起来。两人刚好走到门外，他赶紧转移到高处。负责监控两人的无人机此时也在寻找他的身影，一旦被发现，计划就要泡汤了。两人终于离开，他抓住机会走到主控室门口，拿出准备好的指纹，他的手不停颤抖，指纹甚至还掉在地上，可以看出他紧张的心情。擦了擦汗水，终于将指纹对准检测位置，大门打开，不断的翻找抽屉寻找那块主板，一番寻找终于找到，这是找出杀害父亲凶手的关键。但此时他犹豫了，入侵主电脑是重罪，此事一旦暴露，等待着他的将是几百年的刑罚。无人机还在公司里四处寻找着妮娜的下落，经过一番心理斗争，他还是放弃了。走出主控室，刚好撞见了几位上司，上司的无人机发现了他，
负责监控妮娜的新无人机接到消息后，马上锁定位置。上司询问他怎么还没下班，他表示想要为公司多付出一点。上司很是感动。新的无人机接管了监控任务，妮娜已经脱离监控6分多钟。她回到家中翻找父亲的遗物，老一辈人的电脑中并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直到发现父亲的账本，他总是在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定期汇款。查询父亲的银行账户，发现账户已经被锁，打给主电脑询问，得到的回复却是账户已被依法冻结，这就让他无法理解了。全职公司希望身为女儿的妮娜将此事保密，不甘父亲平白死去，妮娜决定私下调查。她本就是全职公司的程序员，产品的研讨会自然可以参加。也就在这些研讨会上，他发现负责防御黑客攻击的防火墙主板或许是侵入主电脑的机会。哥哥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调查父亲的死因。他从出生起就被无人机监控，从没有离开过全知城。一旦出城，人们就会失去无人机保护，城外的世界很是陌生。他经过接头人找到当地黑帮，寻找一种能在没有无人机监控下进城的杀手。几位大佬觉得他在搞笑，哪会有这种杀手的存在？不过城里人一定有钱，先抢了再说。但他是真的没钱，那只能是不好意思了。大佬欲将其灭口，情急之下，他说出自己妹妹是个程序员，一定会出钱赎他。大佬一下来了兴趣。此时妮娜还在公司上班，在电梯里遇见了正在练习中文的上司。上司有些尴尬，是不是从没有见过练习中文的人？那自然是没有。他想问问抱歉怎么说。对不起。Repete comigo. 对不起。对不起。上司觉得他音调跑偏的厉害，但我怎么感觉两人的水平半斤八两。出门后，他才发现哥哥的无数未接电话，知道哥哥身处险境，他赶紧出城营救。每次站到这里都有些紧张，城外是没有无人机保护的世界。根据定位找到地点，哥妹俩终于会合。大佬的要求很简单，他们弄到了一辆装甲车，又在网上买了一套乌克兰的恶意软件，想要打开车门，但这破玩意儿竟然没用。那是因为乌克兰和巴西的参数不同，软件无法兼容。为了救哥哥出去，妮娜只能帮他们打开车门。经过熟练的一番操作，装甲车车门真的被打开了，里面全都是钱。妮娜又敲了几行代码，就准备带着哥哥离开。大佬觉得他技术很强，不如就留在团队里帮忙。哥哥推了他一把。装甲车的警报突然响起，现在得赶紧跑了。两人跑出小巷来到大街，原来刚刚的警报正是他设置好的代码。两人再次回到全知城，寻找凶手的计划无疾而终。但妮娜似乎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她又一次来到公司顶楼，熟练的拿起棍子顶起高压线，利用电磁干扰破坏无人机。这一次他不再犹豫，直接拿起主板包好，塞进口袋就离开了。他的下落被同事的无人机发现，负责接管他的无人机赶到。这次他只脱离监控5分钟，带着主板回家后，哥哥传来消息，父亲的死亡报告在系统中竟然显示着自然死亡。他请求一直帮助他的官员迪奇，迪奇在系统中调取死亡报告，上面的签名竟是一个匿名的人。迪奇早就开始怀疑全知公司，但他的调查一直受到阻力，现在只得依靠妮娜才能继续进行调查。但他只是公司的实习生，而公司这次评选的终身职位仅有2个名额，一位已经板上钉钉，剩下的1个名额将是他和闺蜜的竞争。但如果妮娜不能继续待在公司内部，一切调查都将没有意义。想要继续留在公司，她就得先淘汰掉自己要好的闺蜜将项目发给妮娜，让她帮忙查漏补缺。只有妮娜分析过了，她才放心。但妮娜为了自己能留在公司，删除了其中一行重要代码。项目评估会议正式召开。生活在全知城的几百万居民每天被无人机24小时监视，但居民犯罪后，无人机只是将结果实时公布。为了让无人机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研究出一种能预防犯罪的方法。只要判断出犯罪即将发生，无人机就会将镇静剂注射进歹徒身体，以此挽救受害者的生命。但他哪知道自己写了几个月的代码被人修改过，演示过程中无人机没有任何反应。他以为只是小小的判断失误，不断的重复尝试，但无人机就像失效了一样，始终待在一边无动于衷。没想到上司打断他的行为，反而被判断出是犯罪行为，直接将一管镇静剂赏给了顶头上司。他赶紧接住，知道大事不好，事情的发展没有任何意外。他开始收拾东西回家，出现了这种事故，被开除的命运已经无法挽回。妮娜走过来安慰闺蜜，询问检查的时候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妮娜摇头，当然了，这是怪不得别人，是自己的代码有误。他还让妮娜一个人在公司要好好的。躺在床上，妮娜久久不能平静，她竟然这样对待自己要好的闺蜜。想到这里，她打翻桌上的物，就在捡起来的时候发现监控的无人机正绕过光源换了一个位置盯着她。妮娜突然捡起台灯对准她，果然因为曝光问题，无人机一直在调整位置。他打电话给官员迪奇，让其帮忙寻找一个市面上没有的东西。迪奇不失所望，在体育部找到了这款强力灯，只有体育馆才会用得上这个。只是这种强光甚至会让人类失明。原来要想改装全知系统的防火墙主板，还需要替换一块修改过的芯片，但这种行为会被无人机判定为损坏私人财产。要想进行这一步，就需要绕过无人机的监视。只要改装成功，
父亲被害的影像将能通过主板传输到手机上。妮娜先在练习板上熟悉流程，将需要的所有步骤先过一遍，又闭着眼睛做完一次全程，随后拿出一条领带，看着无人机将自己的双眼蒙了起来，关掉台灯，打开体育馆大闪灯。无人机被强烈的光线照射，无法再进行正常的监控工作。他从防红外线的锡箔纸中拿出主板，拔掉原本的芯片，换上自己改装过的，然后盲鼠上面的针脚，插上数据线，完成所有步骤后，将主板放回屏蔽红外线的锡箔纸袋中，摘下蒙眼的领带并关闭大闪灯，主板改装完成。哥哥对他的行为难以理解，父亲的尸检报告被人篡改，他却无动于衷，苦于无人机监控，他无法挑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拿出哥哥小时候写的编程游戏，利用游戏规则向他委婉的解释，又指向监控他们的无人机。他正在接近游戏的最后一道关卡，听明白意思的哥哥这才知道了事情原委。妮娜在成为全职正式员工后，又有了新的发现。系统成立以来，居民犯罪率降到了冰点，整整20年过去，几百万人口的城市仅有73名罪犯，这些罪犯享受着无人机加摄像头的双重套餐，他们不仅被关在这里无法出去，也失去了身为人的所有隐私。每一名罪犯都要接受全职公司无止境的询问，因为全职系统很想知道这些人是一时冲动，还是觉得自己能绕过无人机进行犯罪。几百万居民的隐私全都掌握在主电脑手中，而人类无权查看。但怎么防止主电脑歧视人类呢？全职公司想到一个办法，主电脑的代码比较特别，它无法读懂人类的行为，只负责行为判断，是否给人定罪都由一台全职公司控制的法律电脑判断，再将判断结果传送至主电脑。这样一来，主电脑就无法绕过人类进行完全的自主行为。刚刚成为正式员工的妮娜发现了这个秘密，她将市政厅官员约到了城外见面。因为城外没有无人机的监控，他说出担忧，主电脑根本不懂人类的语言，哪怕他用苦心改装的主板入侵主电脑，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只有入侵进法律电脑中才会有效。身为程序员，他根本没有理由能接近法律电脑，只有身为官员的迪奇在新法案录入时才可以找机会接近，只要将 U 盘偷偷粘到上面，他就可以入侵进去下载需要的数据。迪奇直接慌了，这是一旦被发现，他的官路和人生路可都没了。妮娜让他不用担心，放置 U 盘不会被无人机判定为违法行为。几经思考，迪奇同意了行动。行动当天，妮娜将需要注意的步骤全部告知，带着 U 盘放在口袋里，到时表情一定要镇静，不能被无人机发现异常。立法代表团进入机房时会被收掉手机，进入正门后，正前方就是通往法律电脑机房的大门。维尼将屏幕解锁，创始人来到旁边按下指纹，又认证一次虹膜，上传条文的数据接口就会出现，到时他会在公司找到可以接收到数据的地方，只要将 U 盘随便贴到一个位置就可以。市议员正在和创始人交接，立法工作马上进行。市议员开始宣布，经过议会批准，全职城镇市新增几条法案。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离开，迪奇慢慢后退，看向监控自己的无人机。维尼完成上传操作后，也转头听起了新法案的细节。他趁机掏出 U 盘，妮娜躲在厕所等着接收数据，一旁突然发出声音，他赶紧躲进隔间继续等待着信号。迪奇将 U 盘粘到下方，无人机果然没有反应。妮娜成功接收到数据，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些失控。法案宣布完成后，维尼回到操作台，议员一个个过去拍照。他假装不经意间碰到操作台，却被维尼阻止，外来人员不允许触碰。他收回手臂，又被议员拉走拍照，一直到会议结束后，他也没能拿回 U 盘。公司门外的妮娜告诉他数据拿到的好消息，迪奇却紧张无比。U 盘落在了里面，必须要将它拿回来。妮娜觉得无所谓，反正数据已经到手，没人会注意到那颗小小的东西。迪奇难以苟同，总有一天他会被人发现，上面可留有他的指纹，到时他的人生就毁了。但如果现在折返，将会更加危险，需要等待机会，能接近法律电脑才行。迪奇觉得自己信错人了，但眼下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回到家中，妮娜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决定拿回遗落在那儿的证据。她开始分析如何才能悄无声息接近法律电脑的方法，但苦苦思索了一夜，还是没有任何眉目。她有些烦躁，但就在出门时发现邻居请来的木工正在更换门锁。虽然他的行为是在破坏私人财产，但因为长期从事这种工作，监控无人机也就不再判定成违法犯罪。妮娜想个办法，买来一把电钻，开始对着自家的墙壁钻孔。无人机检测到违法行为，但因为房子的归属权是他自己，也就没有将违法行为上报。妮娜继续钻墙，还买来各种相框挂在墙上。从此以后，只要是下班回家，她都会买回许多相框，日以继夜的在家里钻着墙。在这期间，无人机对她进行着行为分析。在经过足足1个月的努力后，相框装了又拆，家中的墙壁已经放不下新的相框了。无人机也将这种行为判定成了兴趣爱好。她趁着节假日来到公司，径直走进公司机房。妮娜拿出背包中的电钻和一些相框，利用公司大楼构造图寻找当时 U 盘贴上的地点，经过手指丈量，终于找到了 U 盘所在位置。他拿起相框和电钻，看着监控无人机，表示自己要开始兴趣爱好了。紧接着就开始钻起电脑的保护盘。这种行为是妥妥的侵犯私人财产，但由于是兴趣爱好，无人机没有判定成违法行为。经过10几分钟的不懈努力，终于钻出了合适的洞口，拿出细长的吸铁石，伸进洞中寻找，终于给 U 盘吸了出来。这个重要的证据终于到手。妮娜拿出准备好的修复膏状，涂抹在洞口，将其修复平整，装好工具准备离开。但在乘坐电梯离开时，正好撞见了自己的上司。
他手上的污垢引起了注意。妮娜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维尼有些奇怪，但还是来到自己工作的机房，解锁屏幕，又用人脸认证查看着来到全制成人员登记的访问记录。完成工作后，他关闭挡板，却发现手上有些黑色污垢，又用手指一抹，污垢更多了。他拿出办公桌里的工具开始试探，发现了这平白无故出现的深孔。他回想起妮娜突然出现的木工爱好，又想起刚刚突然撞见他，甚至手上还有一样的污垢。他不明白妮娜在干什么。隔天清晨，妮娜拿出父亲生前使用的工作服。父亲被人谋害前就在全制的运维部工作，这次他的工作服刚好派上用场。他装好需要的物品出发，撞见了回家的哥哥。原来父亲的尸体在今天终于被放行了，他要举办葬礼安葬父亲，但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今天也正好是主电脑的维护日，只有今天他才能接近主电脑机房，从中拿走父亲被杀的证据。哥哥虽然不好受，但还是表示支持。妮娜来到公司，维护工作将在3小时内完成。维尼此时正在查看妮娜的行为日志，他来到公司，两人刚好撞了个照面。维尼没有点名自己发现了他的异常举动。妮娜离开后，他看向椅子上的背包，走过去想偷偷看一眼，但这种行为被无人机发现。他不能无故查看别人的隐私，没有办法，只能放弃。妮娜带着事先准备的盒子来到员工通道，又利用公司构造图找到了机房的通风管道，开始卸下挡板上的螺丝。由于是兴趣爱好，无人机没有将这种违规行为上报，他成功打开了挡板。女孩放出盒子里准备好的蟑螂，紧接着又将通风管道锁好。几分钟后，蟑螂爬行的差不多了，主控室发现通风管道的传感器有异常，立马通知运维部门前往机房查看。主电脑进入紧急维护状态，躲在一旁的妮娜出现，运维部门的人正前往机房，她则在没人的地方换上父亲生前使用的工作服。葬礼上的哥哥打来电话，希望妮娜放弃这次行动。他想了很久，父亲无故被杀，不仅没人破案，就连尸体也被人扣下整整2个月。这后面的人不是他们惹得起的，这个家庭只剩下他们2个了。但正因为只剩下他们，才更要为父亲的死讨个说法。哥哥也不再说什么，只让他万事小心。妮娜装好改装过的主板，混进了运维部的工作人员中。一行人来到机房门口，队长使用虹膜识别将主电脑机房大门打开。进入机房需要穿好防护服和头盔，为了机房不被外界干扰，里面的空气带有毒性，并且温度常年保持在零下3度。妮娜跟着他们戴好头盔，压力门打开，队长带着小队成员进入机房，开始下达各自需要完成的任务。机房里布满了磁盘阵列，工作人员各自检查自己负责的位置。一名员工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只不过是一些蟑螂而已。哪怕是这种生命力顽强的生物，也无法在这种环境下存活。清理任务完成，队长带着运维部离开机房，妮娜躲在后面，等到所有人离开，她才走了出来。虽然监控无人机在盯着她，但私自留在机房，可没有人规定是违法行为。她盯着无人机，慢慢向前走动。她为了看清视野，也开始慢慢向后飞去。妮娜继续向前走，无人机突然出现异物，由于重量太轻，它被排风扇吸。妮娜赶紧转身走到控制面板旁边，掏出主板，记下上面的序列号，输入编号后成功打开系统。防火墙主板插口慢慢下落，他拉出接口，转头看向无人机的方向。此时他还被排风扇缠住，妮娜抓紧时间将主板放了上去。飞进接口后，主电脑带着主板恢复原位，无人机也终于用尽全力飞了出来。但任务已经完成，他并没有发现妮娜的违法行为。平静下来的妮娜这才来得及观察主电脑机房，这里和父亲说的一样，无数接口亮起的点点星光将机房点亮，犹如璀璨的星空一般。正准备离开机房，门口却走来了一个人。维尼按下开关，又拉上合闸，妮娜被关在了里面。他十分慌张，让他开门。维尼需要弄清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妮娜不能说，维尼用离开威胁，他这才说出父亲被杀时另有隐情，背部中枪却被判定自然死亡。无人机还没有上报，但他不可能会撒谎。那如果是系统出故障了呢？尽管系统20年来从没出错，但这件事一定是出错了。维尼想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这些事情无法当着监控无人机的面说出来，他只能委婉地说出拿到了录像证据。维尼觉得这个人疯了，这要是被抓到就要被判刑几百年。但父亲无故死去，身为家人，他不能坐视不理。公司的人想要掩盖事实，拿到录像也代表他侵犯了几百万居民的隐私。尽管他只会看自己父亲死前的那几秒，但这也改变不了侵犯隐私的事实。维尼始终不肯打开机房大门，万不得已，妮娜想到一个办法，他扯去衣服上的图标，机房中的毒气开始侵蚀身体，因为他知道大门是被维尼锁上的，如果他死在这，他的行为就构成了故意致人死亡。维尼不信，但他故意将人锁在有毒的房间内，不试也得试了。眼见他就要不行了，无人机开始分析，等他再次苏醒，已经来到了医院。医生警告还需要休养，但不能再等下去。他将芯片连接手机，通信正在进行。机房中的主板开始闪烁，通信信号亮起，手机成功连接到数据库。女孩将时间调整到3月27号，这是父亲被人杀害的那一天。她不敢看，带着从公司拿到的这些隐私数据离开，将芯片连接到电视上，和哥哥一起观看这令人心痛的几秒钟。父亲只是个小人物，一生都宽厚待人，从没有什么仇敌，他为什么会被人无故杀害？直接快进到遇害的前几秒，父亲正抱着衣服准备放进洗衣机，突然背后中枪，录像就拍到了这么多，凶手并没有露面。倒退几秒再看一遍，依然如此。妮娜冒着要判刑几百年风险拿到的数据竟然没有任何作用，她想看看有没有遗漏什么细节，
不知不觉已经看了上百遍。妮娜不敢相信自己做了这么多，得到的却是这种结果。又继续看了几遍，分析父亲倒地的地点，观察周围的一切，终于想到了什么。凶手在背后开门，正好对着一个地方。再次打开录像，终于发现了一个细节，电视屏幕的反光刚好映射出了凶手的样子。妮娜将照片放进芯片中，对比在这座城市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程序识别了整整1天。过去20年，来过城里的每一个人都快分析了一遍，依然没有凶手的线索。难道凶手能绕过几百万监控无人机来到城里吗？又过去几个小时，凶手终于出现。经过对比，正是他本人。调出他的所有录像，发现凶手不是本地居民，仅仅来过全知城一次。他在拍卖会上拍下了一台近10万块的相机，但始终没有人喊过他的全名。来到全知城一定会有登记记录。果然，在拍卖结束后，需要出示身份证件。凶手虽然不想给，但这是规定。工作人员确认过戴维的名字，妮娜赶紧记录下来。凶手又向工作人员报出了自己的居住地点，精确到了门牌号。这下线索就明朗了，但他们不能报警，这些录像都是非法拿到的，但还是得追查凶手，还父亲一个公道。两人直接出城，按响了凶手家的门铃。戴维打开门走了出来，两人伪装成摄影学院的学生，表示想瞻仰一下拍卖会上那台相机。戴维的收藏对于学习摄影的人来说确实非常诱人，他打开门邀请两人进去。房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珍藏版相机，戴维很疑惑，他这里很少会有人来，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家地址。妮娜用拍卖会做解释，戴维似乎相信了他们，将拍卖回来的相机给他们观摩，但转眼就走到柜子旁边，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手枪对准两人，问起他们的目的。妮娜这才拿出录像指认凶手。戴维不敢相信录像是怎么泄露的，录像的来源不重要，哥哥让他冷静。如果他们两人中午没能回到城里，这段录像就会自动发给警方和城里的所有人。妮娜可是个技术高超的黑客，双方拉开距离对峙。戴维是个职业杀手，有人雇他干活。妮娜问雇主是谁，但干这一行的都非常小心，整个过程都是匿名进行，目标地址和详细信息都是通过加密信息发送。妮娜想要这些聊天记录，哪怕是加密过的，他也能恢复成明文，但为了不让自己暴露，已经将一切都删除了。妮娜还是让他拿出电脑，删除过的数据还可以再恢复，但恢复了自己不就暴露了吗？妮娜稳住他，他只想知道主谋是谁。拿到名字后，双方就分道扬镳，永不再见。戴维指出电脑的位置，但还是强调他找不到什么证据的，自己的职业素养对于抹去这些痕迹还是有信心的。妮娜试着恢复数据，又问起是如何接到任务的。他收到一条匿名消息，到城里指定地址处决一个人，城里的目标非常棘手，他报了一个很高的价格，谁知对方都没还价，直接同意了这个价钱，约定好后拿钱，也是去指定地点。从始至终，双方都不曾见面，除了那个紫色的手提箱。拿到定金后，他就开始规划进入城里的方法。原来在监控系统出现后，城市图纸被扫描进了系统，随后这些麻烦的纸质图纸就被丢弃了。得到它的人将图纸打印，并在黑市流通。戴维分析图纸，找到了一个能绕过监控进城的方法，城市中的各种下水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全知城的入口非常严格，确认身份后还要分配一台24小时监控无人机，但要想不被盯上也非常简单。全知城想尽办法和外面的人隔绝开来，但污水系统都是一样的。城市撤销了传统监控摄像头，换成了监控每一个个体的无人机，刚好给了他机会，只要能承受住在污水通道中步行上百公里，就能去往城市的任何一处角落。戴维选择在一处干燥的地点待到半夜，进城之后不能碰到任何一个人，要是被无人机发现，他的余生都将在监狱里度过。时间一到，剪开门锁，来到一处废弃平台，通过他的雨水通道进入居民区，后面的任务就更加简单了。有了精确到每个人的监控系统后，城里的人从来不会锁门，小区没有电网围墙，也没有传统的固定摄像头。他通过逃生通道来到目标家中，因为雇主告诉他目标家中有3个人，所以他藏进了一个小隔间，一直等到早上其他2人离开家后，才将消音器拧好，打开房门观察目标动向，确认后将武器上膛，执行时动作快准狠，几秒之内就完成了任务。听完细节的妮娜泪水流下眼角。完成任务后，她再次回到了藏身的地方，等到天再次黑下来才走。哥哥都要崩溃了，所以他们下班回来，凶手就一直藏在家中。警察当时也在场，但因为全知系统出现后，城里的刑侦部门已经解散，所有犯罪都依靠系统处理，当时就连案发现场都没有搜查。这时电脑响起报错的声音，上面的证据无法恢复，细节都说完了。戴维请他们出去。妮娜入侵系统拿到的录像无法作为证据，她虽然害怕录像公开，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看着指着他的枪，哥哥没有害怕，给了他一拳发泄心中的怒。两人回家准备继续调查幕后黑手，只要在录像里调查1年内拿着紫色手提箱出城的人，就能找到幕后主使，也只剩下这个办法了。但走进房门，妮娜发现芯片不见了，出门前明明就在这里。翻遍家中所有的角落都没有找到，出门找哥哥时却发现公司的2位上司来了，是来安慰他的，希望他们办完父亲的葬礼后能尽快从悲伤中恢复过来，并告诉他关于父亲的调查结果。警方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系统也没有出现故障。妮娜再也忍不住了，父亲被杀没人调查，事后
尸体又被无故扣下2月，幕后黑手一定就是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司设计好的，是他们买凶杀害了父亲。上司有些不解，妮娜被愤怒冲昏了头，将所有的一切归结到公司身上。哥哥将2人支走，表示妮娜刚刚参加完葬礼，所以心情不好。2人走后，妮娜告诉他芯片被人拿走了，一定就是他们，公司肯定早就发现了他私下调查。什么人类无权查看录像全都是假的，但要是公司知道了，2人此刻恐怕早就被抓了，更不会任由他们找到谋害父亲的人。他这才冷静下来，自己差点坦白了一切。那芯片到底是被谁拿走的？他走到街上回想发生的一切，看到长条板凳，突然想到了无微不至关怀他的官员迪奇，他为什么要对一个小人物的案件如此上心？妮娜恍然大悟，径直来到市政厅食堂和他当面对质。迪奇也不装了，他盯着妮娜很久了，发现此人技术高超但十分天真，这种小姑娘十分易于操纵，所以就将她父亲杀害，怂恿她调查证据的同时从公司拿走芯片，自己再从中渔翁得利。妮娜拿起刀，迪奇知道他不敢，监控无人机可还在看着。对于这个天真的女孩，他了如指掌。接着他会放下刀，离开这里，当一切从没有发生过一样。妮娜抬刀对准面前的食物砍去，势必要复仇。回到家中开始收拾行李，如果继续待在城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迪奇尽收眼底。看向手中的数据，他拥有每一位竞争对手的实况转播，可以随时观看任何想要观察的人，甚至是自己。这种感觉太爽了。调出妮娜的生平录像，上面是她出生到现在的每一秒记录。妮娜此时正在排队出城，她要想办法纠正这个错误。踏出城市后，向无人机比了一个国际手势，就离开了。